说到吐鲁番最出名的，一定是葡萄，因为都听过那首歌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。而来吐鲁番旅游的，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就是5A 景区葡萄沟。这是景区的终点站，这是景区最里面的一个景点葡萄沟。其实这条葡萄沟里，只有这个葡萄沟景区算是真正的景点。其他的地方都不验票，只有这里验票。进来有一个葡萄博物馆，到处都是葡萄架，所以很凉。是个仿古民俗馆，有个仿古民俗馆，还有一个现代民俗馆。现代民俗，看什么以前这个长廊，可以看看。很多人拍照啊，这个标志打卡点。这是一个百年夫妻树，做了一个小的瀑布景观。马，这上面是马奶子葡萄，是红葡萄。这个葡萄架家很多各种各样的葡萄，玫瑰香就是。这地方散散步、休息休息很好。这几条小路都是葡萄架，很凉快。这前面是贵宾长廊，做休息品尝。这是葡萄沟里的葡萄长廊。那下午啊，有时候可能他们还有一些小活动吧在里头。很多人在这面墙上拍照。这玩意儿成合影了，你也别挡着它。这个地方还有个演出舞台，两旁一些小店儿，民俗服装，拍照用的。从这个最终的终点，其实一路下去就可以，沿途有几个景点连续，也可以出去坐车，有好多鱼，看看。这鱼没群，这鱼顺着走。葡萄沟里有一些河水聚成的小湖、小潭，葡萄美酒夜光杯。就这俩。一个小毛驴儿。好这里，好这里。这一个酒保。这个葡萄沟景区算是一个5A 景区啊，而且很早就评上，00几年就评到了。主要是比较有地方特色吧。这条沟里面因为种满了葡萄，历史很悠久啊，3000年差不多有，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。这条沟里旁边有一条河，是天山雪水灌溉了这条葡萄沟里的葡萄。而且这条葡萄沟里跟这个新疆啊，它周边的这个地方相比，它很凉快，里头是一条沟嘛。从这个葡萄沟继续往前走，就是王洛宾的艺术馆。这一段不用坐景区车了，直接就是走过来就行，逛一逛。我终于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这个桥下的水，这是天山流下来的雪水。这就是卖葡萄的。因为我们爬上这个过去，你尝这个，这什么品种啊？它可以尝这个。这什么品种啊？那么小？小的是无核白，这个无籽儿的好，是吧？这个无籽儿的，这个无籽儿的好吃，吃起来又没籽儿的甜。但是人家说籽儿才好的，有籽儿好啊。有籽儿的有籽儿的好，那啥嘛，哎，葡萄籽贵得很啊。这是品尝葡萄卖葡萄都快完了。这个景点里面的葡萄不允许采摘啊！如果抓住，罚款200块钱。这一段葡萄棚架
大概是800米吧。哇，这小凉风一吹，真不错。这最佳摄影点，可以看到葡萄沟3个字，葡萄沟有点逆光。这条葡萄架800米走完了，前面就是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，王洛宾艺术馆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去看一眼吧。还有一些展厅，都是王洛宾在新疆的一些报道。基本上王洛宾的歌一半吧会唱。它这条沟里面4个停靠点，所以往回走，如果觉得累，就可以坐区间车。先坐车吧。这是达瓦兹，算是风情小镇。时间记好了，就是中午之后一下就下4点半，时间不好赶。这里面也有表演、葡萄长廊、观景台、影视基地。表演在里面4点半来不及看，桑树300多年。这个就是如果错过了中午12点40的，就下午4点半了。这就是达瓦兹的表演，高空走索。这个1公斤10块钱吗？才？哎，这比卖的都便宜啊！1公斤10块还挺便宜的，我也不摘了，看一看就行了。这块葡萄长廊是这种尖顶的，旁边有些小土龛。八一大院儿，应该是八一老爷的大院儿，也就是当地这种土房子，粘土做的，冬暖夏凉。八一老爷就是地主的意思啊。地主大院儿，看看地主大院的正房，这里面烧火的大炕。这个以前的地主居住条件拿到现在来，也就是个贫农吧。继续走，这个车走吗？最后一个站，阿凡提风情园。往里走一走吧，据说这是阿凡提的故居。请问这阿凡提故居在哪儿啊？哦，这陈列馆往前就故居哈。好啊。这就是阿凡提故居。阿凡提应该是我看几百年，4、500年吧，17世纪的应该。这是一个真人啊，后来就有一些阿凡提的故事传说。这个是他的客栈。据说这里是阿凡提童年玩耍的地方。就全当相信吧。这里一个阿凡提的故居，有点年代感。这就这样了。我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沟就游览结束了，我大概用了3个小时吧。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，如果悠闲的玩哈，不跟团，在那里边稍微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，半天儿应该是比较合适的。我现在来到了吐鲁番
这是吐鲁番北站火车站。那这几天呢，我就在吐鲁番周边来转一转，给大家拍一拍。其实吐鲁番是新疆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啊，周边有很多有特色的一些旅游景点，而且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今天我就以这种自由行的方式带大家周边转一转，包括一些5A、4A 的景区。另外，吐鲁番盛产葡萄和葡萄干，我也给大家选购一些放到橱窗里，大家选购支持一下。这个车站旁边，火车站旁边就是公交站。火车站门口的公交车去市区的，这个北站还不是市区啊，离市区大概有10几公里。市区应该有博物馆，先去看一眼。是不是这车也到博物馆吧？好，谢谢。这个车站门口有很多这种拉活的，其实也不贵。打车去市区、去葡萄沟什么的都20、30吧。这个公交车先去市区5块钱，我先去博物馆主要是。这都是出租车拉客的。这个是经过了坎儿井景区。这是什么景区啊？梦回西域。这是坐公交到市区了。这个从火车北站到这个市区，大概有10几公里啊。所以像市区的一些这个博物馆什么之类的，都在市区里。如果打车过来，大概10几公里得30多吧。所以这个快客车、公交车，基本下火车就可以上它这个车，5块钱到市区。这是吐鲁番博物馆啊，免费开放一个博物馆，所以在市区里面交通方便，了解一下吐鲁番的一些历史文化，包括一些出土的古迹。这里面什么包都不让带，小包、腰包都不让，免费存包，我就带个手机。简单看一下吧。这个是通史陈列馆，丝绸明珠吐鲁番。吐鲁番周边的一些景点，高昌故城、交河故城，有些遗址、烽燧。这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，所以保留了很多历史古迹。到时候看看能去几个地方看一看。这个从石器时代、岩画都开始了，然后进入早期的铁器、青铜时代，看，这些都是一些农用的工具。这个是葡萄藤，这个距今2300年，就说明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栽培这种葡萄了。各种，这算是彩陶陶器，这都出土了很多彩陶，大概公元前200到1000年，所以距今有2、3千年的历史。这些都是吐鲁番出土的彩陶，这些是毛纺织、皮革加工，这都距今有2、3千年了。看一看萨满巫师当时出土的干尸身上穿的东西。这是汉朝的丝绸之路示意图，所以吐鲁番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中枢地。从长安起，经过张掖、敦煌、哈里木盆地，一直往出国了就出到这头。简单看一看吧，出土了很多，这是彩绘的一些武士俑，这些是大概唐代的啊，这些唐代大概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了吧。这很多出土的，这是
女的站立的俑，这是当时的袜子啊，唐朝的，这有1700-1800年了可能都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哇，这是一个土鱼沟的石窟模拟的土鱼沟啊，看看彩绘壁画，这个是吐鲁番地质变迁，包括生物面貌概况。这边也出土了恐龙吗？这个还不是恐龙哎，这是吐鲁番的一个巨犀牛，这么大吗？吐鲁番的古犀牛啊，好大啊，这恐龙啊！那这个也是吗？这是象啊，这是板齿象。不看还真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是板齿象。这也不是大象啊，只是可能跟大象比较接近。这些古生物都绝迹了，有些出土的化石复原的，这些很多都是上亿年前的啊，上亿年前的巨物。这里面是文书陈列厅，这是文书陈列厅，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出土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文书，然后都是出土的文书，这应该都是高昌时期的啊，大概距今有1700-1800年历史了。看看当时这字，很多都是文书馆。这个是2层，2层有3个馆。现在来到了3楼的展馆。3楼是一个干尸陈列啊，这吐鲁番出土的干尸随葬品，简单看一下吧。这是火焰山下面的，这是苏西贝出土的，在这个火焰山的腹地出土的这些像弓箭，远远的看一眼吧，这应该也是一具干尸。这是出土的地方，这是张宁吗？这个字念2个人的合葬的。这是一尊男性的干尸，这体长好长啊，胆子大的看一眼吧，胆子大的看一眼。其实到博物馆能大概了解一个大概，历史啊、人文呐、出土文物啊。这是1层，有一些文创产品，还可以免费盖章。这个算1层啊，这里面有一个专题展，近期的文物考古新发现，吐鲁番整个的文物资源状况。看看地图，这是吐鲁番周边的啊文物古迹，在新疆来说可以说是最多的了吧。这是吐鲁番的文物考古工作，早期很多都是外国探险家一些照片。高昌古城，这是外国探险家在新疆、甘肃的考察考古加上盗掘。新中国从50年代开始啊，进行了考古挖掘，分别有这个土鱼沟石窟，土鱼沟有很多的石窟壁画，非常多。这边的自然风貌也比较奇特，里面有很多的洞窟。洞窟里的壁画，这都是唐朝的，所以这个土鱼沟石窟考古发现了很多东西。这是另一处西旁遗址，木器。
层就是近代的考古发现，100年以来。这边就是我们国内的探险队考古学家。博物馆就参观完了，里面不让带包，我们前往下一站葡萄沟。我现在来到的是吐鲁番的葡萄沟，这个是一个五 A 景区啊，很有特色啊。来吐鲁番啊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一定要来葡萄沟看看。这是游客中心，这个景区很好啊。一个朋友帮我联系了一下，可以免票。免票给大家拍一拍啊！我看能不能坐到第一个去啊。这个景区很大，单程就8公里，需要坐景区车。扶手放下来。啊，一进来就是啊，没吃饭吗？长河的葡萄那就直接到终点站嘛。终点站有饭的呢。这个葡萄沟里有好几个景点，有几个景点也是免费开放。里面的景区车很频繁啊。10分钟一趟。您就是本地维族人是吧？对。这里面有很多民宿，看看，非常多。我准备先去这里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网红村——青蛙巷。叫青蛙巷。对，这是青蛙巷传说。还有个传说。还有个《爸爸去哪儿》。葡萄干儿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都是住在当地的是吧？对，我们是本地人。本地人哈。我会给你介绍整个青蛙巷。青蛙爷爷的大果园。啊，对，我会给你介绍每家每户免费参观。首都来的吗您？对。看他们这大院里。中午吃饭吗？没吃。没吃。这边是我们家饭馆，可以吃饭。怎么吃的呀？很便宜。是吗？家常饭。这边还有卡瓦斯。小夏家的家常便饭。豆干也可以尝一下，免费品尝。啊，这是你啊，你好。你好，尝一下免费品尝啊。好。青蛙巷。啊，这网红打卡点。我在青蛙巷等你。我们的小导游都上视频号了。是吗？这青蛙王子家。青蛙王子家，我是青蛙王子妈妈。你好。哇，你好。这是青蛙王子的家。90。现在也40多。这家的孩子考上了研究生，所以很出名。小院布置的温馨别致。这是旁边的另一家。这是无核白葡萄吗？对，这是无核白，我们精心把它们挑出来的。这是你们家吗？啊，可以进去参观，你也可以上去哦。还挺漂亮的，谢谢啊。后面的葡萄都被摘光了。是吧？我们就在其他地方精心挑选了好多葡萄。你的普通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？是吧？普通话真好说的。那都是很多小朋友当导游，卖葡萄干儿。无核白也可以尝一下。谢谢啊。我正在麻烦怎么样把它们处理掉。谢谢，我实在背不了了。今年吐鲁番的葡萄干确实是大丰收，而且物美价廉。想吃到正宗又好吃的吐鲁番葡萄干的，可以去橱窗选一选。小朋友在烤羊肉。烤包子多少钱呀？4块啊。烤包子、薯条饭、烤串儿。这各面两个都是。他们家的美丽庭院。葡萄干儿。这边拍照还蛮漂亮的。还有导游证呢。哎，你都有导游证呢，很厉害。我看你的导游证，还真是哎，小导游讲解员。这些小朋友还很开朗大方。哎哥，你说小导游。他的
们家还挺漂亮的，进去看一眼。哦，这是爸爸去哪儿？他们住的这家是吧？对，拍摄点，是那个周世明。全息的哈。厨房，时间充裕的话，在这个小院儿休息休息，吃个饭也挺好的。每一家都比得上八一老爷家的大院了。哎，他们家也是彩色小院，很漂亮的蓝色小院。这条街有核心区域400-500米，有很多当地的有特色的美丽庭院。古老小院都可以免费参观，里面有好多农家工具，你可以进去看看。这个是古老小院，参观一下我们家院子。好。套架。啊，葡萄架。对架，套的架。就那个。那小院好大。都可以坐着。好多人参观。这是古老小院，当地的小朋友叫什么呀？来，可以上镜。来了啊！再来一下。在这条街上拍照还蛮漂亮的，真真假假的花儿。呀个是，烤羊肉烤的香，啷个人都得香啊，是吧？你都不香，我的香。他们家这院大。哦，这还可以住呢。这里是客栈，很多庭院都是彩色的布。这是应该是晾房，晾葡萄干的。这边新鲜葡萄干晾个30-40天就可以了。这条街还挺热闹，挺漂亮。如果你想体验吐鲁番一个真实又热闹的小村子，这个就是很好的选择。青蛙巷逛完了，现在去在吐鲁番有一座被岁月遗忘的城池，现在也是世界文化遗产。交河故城，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。踏入这片土地，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，回到了那个古老而神秘的时代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块砖石，都见证了历史的沧桑。故城的建筑依山而建，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，独具匠心。那残垣断壁间，依稀可辨昔日的街巷、官署、民居和寺庙，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喧嚣。交河故城的历史犹如一部厚重的史书，它见证了无数的战争与和平，承载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，想象着商队来来往往的热闹场景。今天我就带你一起走进交河故城。交河故城，这次我来吐鲁番最想去的就是交河故城。傍晚的时候，我来到了这里，这是景区的入口，设计得很别致。猜猜这是谁？这个不是张骞啊，这个是郑吉。这个史书上评价丝绸之路始于张骞，成于郑吉。这个景区还挺别致的哈。进来，通向游客中心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时空隧道一般的感觉。这个就是张骞啊，张骞出使西域。然后是班超，这个就是交河生土啊。进来可以看一段历史片。直接坐景交车，它景交车往返4公里吧，然后是25块钱，可以自己走。这
是照片啊，俯瞰东门遗址，这是里面的民居的照片。这个地方是区间车。交河故城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所以有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参观。而且这个地方离市区也不远，打车过来也不贵。整个景区里算是有2个景点，现在看到的是交河古村。进来参观一下。这个交河古村算是一个人文旅游景点，进到里面像是一个大展厅，应该是交河故城的模型。交河故城几经千年风雨，现在斑斑驳驳依然傲立。交河故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，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废墟。参观这个交河古村，可以对交河故城的历史有一个大概了解。里面复原了很多当时交河故城的一些场景。伏特加的晾房啊，就这么晾的啊。这他们晾房就这样晾，这个是他们的水磨。烤羊这么烤，这是拉面拉条子。从这里可以了解吐鲁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厚的民俗风情。仿的一个街道。这些复原的场景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了交河原住民的历史变迁、生产劳动、民居建筑、饮食文化等风情风貌。全是逃生通道，应该是挖出来的吧。这是室外的部分。这个交河古村像是一个大型的博物院群，展示了很多古老的院落和建筑。很多应该复制了交河故城里的地下建筑。这个交河古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博物馆吧。参观结束后，坐车前往交河故城。公元前2世纪就建了这么一个。这是交河故城的空中俯瞰图。交河故城，它没有叫古城，叫做故城。这就是南门遗址。高大概14米吧。交河故城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古老、最完整的生土建筑遗址，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。如果从空中看上去，整座交河故城的外形呈一个柳叶形，是建在一个核心洲的土崖上。整个故城四周的崖壁上，因为河水冲刷，高达20-30米，像是一个天然的城墙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入了交河故城的大道上，两边看到的并不是自然风化的魔鬼城，而是交河故城里历史非常悠久、风格非常独特的建筑。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从上往下刨挖出来的生土建筑遗址。就是说，这些建筑不是垒起来的，而是生生从地面上挖出来的一个立体的窑洞。人们在地面上事先规划好建筑的布局，确定了墙壁的位置之后，把墙内外的土挖去，就形成了墙壁，由此挖出房间、院落和街道等建筑。就是用这种压地起凸法的建筑技艺，塑造出了整个大型的院落区、中央大道、东西大道、东门、护城墙等等很多的街巷。可以想象出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。像现在这条道都是挖出来的，这里面都是建筑，经过了2000多年的。现在看到的交河故城的遗址，长有1750米，宽有300多米，总面积是37万6平方米。整个的房屋建筑遗址将近22万平方米，规模是相当的庞大。这里是东门遗址，整个交河故城的城址功能分区非常明确，包括居住区、衙署区、仓储区、寺院区、
和墓葬区几个部分。历史上，交河城是开辟西域和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，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。这里承接着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内涵。现在看到的都是居住区，整个交河故城里还有很多的水井，这些都是居住的房屋坍塌了。这些遗址经过2000多年的风化，还能保存到现在这样的状态，非常不容易。可能也是因为吐鲁番这边比较干燥吧。如果来交河故城想了解更多，最好请个导游，这样就能多了解一些历史和建筑的知识，听了之后会叹为观止。交河故城里有很多的寺院区、佛殿、佛塔、寺庙，这里盛行过很多的宗教。不知道落日之下的交河古城非常的壮观。这边都是寺院区，寺院区的房屋众多，北部还有大佛寺和塔林，这些都是从上往下挖出来的，所以这个生土建筑非常的独特。有些建筑是相当的高大。交河的街巷错综复杂，犹如迷宫一般。沿着古老的道路前行，你会看到那些斑驳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岁月的痕迹，曾经的民居、商铺、作坊，虽然已不再有往日的烟火气息，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。故城的建筑公寓令人叹为观止，高大的城墙、精巧的城门、庄严的寺庙，无不展现着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。在这里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片黄土，都似乎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这边趴着的两个。我现在所在的是交河故城，这个是在吐鲁番旁边10公里的一个，算是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交河故城是世界保存最完整、最古老的一座生土的建筑古城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整个古城的话，长大概1700米。现在晚上已经快9点了，整个交河故城已经没有游客了，所以在这里散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我后面看到的就是当时的居住区，这条是中央大道，旁边有一些中央塔，还有一些大佛寺等等。可能晚上这边还会有一些夜景工程吧，或者演出，我再等一等。这是墙的小部分，它下面就是窑洞式的野房，说明这一块土地它下面是空心的。这是官署区，下面还有一些比较完整的建筑，最好能听听导游的讲解。上面那个有光的地方呢，就是它那个上面我们看到的明窗户，起到一个通风采光的作用。然后下面那个小凸台，这个小凸台它是火烧的，就生生从上面往下挖出来的。这时候已经黑天了，很多建筑的细节看不清了。傍晚登上高处俯瞰整个交河故城，那种壮观与苍凉令人心潮澎湃。当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故城的残垣断壁上，整个世界都变得静谧而美好。令我惊喜的是，现在还有夜游交河故城的项目。晚上整个故城泛起了灯光，晚上的交河故城和白天的感觉又不一样。远处的大佛寺传来了乐器声，那里晚上将有一场非常别致的表演。仰望历史的天空，去欣赏一下。这个夜场演出，这个演出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演出。
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灯光秀，所以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观看，更像是一个音乐会。静谧的夜晚，奏起当地的民族乐器，有个主持在诉说着故事。难得的是，整个演出期间，大家都把手机关到静音，静静地听这个音乐。演出结束后，邀请每个观众拿着蜡烛进到大佛寺里，每人拿了一个蜡烛，绕着大佛殿，大家像接受洗礼一样，感受很特别。整个演出非常特别，如果喜欢夜游的，大概是8点多入场，导游会带着讲解一下整个交河故城，然后进到演出场地。天气晴好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这里的星空。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特别的交河故城，也可以来一次夜游交河故城。